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相信大家对新版本都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新版本的重点以及哪些英雄对本次版本更新是受益的。第一个版本更新在于打野和游走装备和鞋子的融合，大概讲一下这两种装备怎么出。首先呢，如果你带猎杀，且不管你有没有购买附魔，那么前5分钟的兵线收益就会降低70%。所以注意，千万不要带着猎杀去线上吃线，蹭都不要蹭一下，拉低你队友经济，同时自己也没什么收益。除非呢是没有人守塔的情况，这一点呢可能会使131 Hyper 套路不再强势，打野位不再吃兵线，变成比较传统的打野位。那么一个优秀的传统打野位需要有3大特点：刷野快、支援快、有控制或爆发。它们的作用呢是前期带起节奏，养肥队友，后期的输出交给己方的射手和法师。这一点和之前的 Hyper Carry 位需要大包大揽前期节奏和后期输出既当爹又当妈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说这一点成为现实，那么一些本就为打野而生的英雄会有极大增强，比如说剑锋、打铁罐、西尔维亚，他们都符合刷野快、支援快、有控制或爆发。如果你没有带猎杀，你可以选择购买普通血或者附魔游走，相当于在之前的版本买个面具。不过现在1到2级的升级所需经验减少了，更容易让辅助位解锁2技能。游走鞋子的技能会根据共负产生的金币数解锁，看游戏内小图标到达600级可以解锁初级技能，技能效果不断提升，到达1500时达到最强效果。第二个版本更新呢在于护甲机制，现在护甲和魔抗最低可以达到-60，按照护甲公式，实际伤害等于120乘以理论伤害除以120加上护甲值，所以当敌方护甲值达到-60时，实际伤害是理论伤害的2倍。原本游戏中最强的真实伤害也只能无视对面的护甲，造成100%的理论伤害，而现在这个伤害能够造成2倍的伤害，真实伤害比起来这简直就弱爆了。而且由于这个函数的特性护甲值的负数绝对值越高，收益就越大。所以如果你在前期敌方护甲值还不高的时候就拥有大量的护甲穿透，你的伤害会非常高。因此收益的英雄是在技能中自带固定穿透值的英雄，比如说有剑锋、子龙、周。剑锋的收益最高，1级又自带35点的护甲穿透。法术英雄里面自带穿透的有尤朵拉、维尔，另外还有很容易叠加天才法杖的法师英雄，比如说嫦娥。那么相反，我为了不让你前期把我的护甲和魔抗削到负数，那么前期1级就自带那个双抗加持的英雄，也算是获得了被动增强，比如说卢比、狼人、巴特兹。另外，当同时存在百分比穿透和固定穿透值时，先计算百分比，再计算固定穿透。这点修改让固定穿透在后期也变得有用，收益最大的是后期可以达到将近100%穿透的英雄，比如说星梦、悟空、迪亚斯。再配合上固定穿透，可以让他们的目标的防御力在后期也为负数。第3个版本更新在于装备的修改。在说增强的装备之前，我先要说一个被削弱的装备，那就是七海暴有之。虽然说伤害削弱了，但是它自带15点护甲穿透和高额的基础伤害。由于我们刚刚讲过护甲机制的修改，这15点的护甲穿透在前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爆发型刺客依然可以考虑低剑出塔，自带穿甲效果的英雄出效果会更好，比如剑锋、子龙、周。越往后，七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后期可以考虑换成其他装备。暗影双刃看起来是个法术版七海，但实际上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它并没有法术穿透，基本上除了卡琳娜，并没有其他英雄会去出它。好，下面来讲百战神斧，这是版本之子的装备8秒钟可以叠加64点攻击力以及32点的护甲穿透。这个32点的护甲穿透非常契合刚刚所说的护甲机制的修改，分分钟把对面护甲削为负数。但是要注意，这个叠加层数是根据时间来叠的，而不是根据伤害次数，所以打满8秒钟才能叠满。爆发很高的秒杀流刺客不建议出，在经验路上兑现的持续性伤害的半肉战士出这个收益才会更大，比如说帕维特、阿尔法、巴特兹。普攻流的英雄也可以出，比如玛莎、阿格斯，因为他们也需要打一段时间才能杀死对面。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对线的英雄出这件装备，你必须做护甲鞋，能抵消一大部分的护甲穿透。如果你不出护甲鞋，对面会打你很疼很疼。注意射手千万不要出，因为收益减半，只能叠加到16点的护甲穿透，不值得。
第二件增强装备狩猎之击，加速效果从30%提到60%，内置 CD 从30秒降到10秒，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增强。另外附带15点的护甲穿透和10%的 CD， 非常适合技能分针流的英雄，比如格兰杰、莱因洛克、艾克斯。注意啊，艾克斯不要出百战神斧，因为它是真实伤害，即使你把对面护甲削到负数，你也无法增加伤害。第三件增强装备石猴棍棒，虽然基础值少了15%攻速，但每3下都有1下能够增加100%攻速，相当于增加了33%的攻速，一抵消就是增加了18%的攻速，是绝对的增强，让他在不出猎魔情况下也能独自绽放。需要攻速但不需要暴击的英雄可以出他，比如说普罗迪、迪亚斯、扎斯克。第四件增强装备附魔法器， CD 上限增加了5%，最高45%的 CD， 让部分 CD 流法师技能衔接会更加流畅。收益英雄艾斯梅拉达、杰克洛普斯、乌拉诺斯。第一件修改装备女王之翼，残血状态下物理吸血改为技能吸血，适合的英雄从普攻流变成了技能流，所有技能流的刺客和战士都可以出，比如说凡尼、阿尔法、卡里德。第二件修改装备雷霆腰带，加成从最大生命值变成了额外生命值，所以需要购买肉装的坦克英雄去出。原来输出装英雄也会出这件雷霆腰带，比如说克劳德啊、凯莉啊，现在就不要去出了，收益不大。第三件修改装备曙光铠甲，现在拥有了被动免伤和增伤效果，人马或成最大赢家。最后说说圣能光甲这件装备啊，局限性很大啊，要根据对面的法师类型去出。如果对面是类似尤朵拉、法沙这种大伤害的英雄，这件装备的意义不大。如果对面是菲尔斯、嫦娥等伤害细碎型法师，那么这件装备堪比神装，用霸下和这件装备的契合度会更高。综上所述，由于这3大原因啊，除了我刚刚所列举那几个，其实大多数的技能流战士，由于百战神斧和女王之翼都获得了大幅增强，边路的对线会更加重要，而不是像之前的版本全靠 Hyper。如果边路对线不佳，很有可能给自己方养个爹啊！当然打野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合理的抓人能让原来的1v1变成2v1，就更加容易建立优势。最后再讲一遍，千万不要带着猎杀去吃兵线了，真的是损人不利己。好，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们在搞笑吗？